在过去的2周时间里，乌军对东北部地区发动闪电反攻。根据乌克兰方面的报道，乌军收复了几乎整个哈尔科夫州，攻占巴拉克列亚、库皮扬斯克和伊久姆。俄方也承认，俄军在对乌军造成重大杀伤的同时，从哈尔科夫撤离部队，将到顿涅茨克重新集结，进行战略调整。乌军声东击西的战术为何奏效？俄乌冲突会如何走向？备受关注。 当地时间周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基辅遭遇交通事故，但伤势并不严重。根据乌克兰总统新闻秘书的一份声明，一辆私家车与乌克兰总统的汽车和护送车辆相撞。当天晚些时候，泽连斯基办公室公布了每晚都会发布的视频。泽连斯基在视频中说，他刚刚从哈尔科夫附近地区返回，在发动反攻后，很多地方不再被俄方控制。 周三早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通话。通话后，古特雷斯表示，他认为结束俄罗斯对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和平协议尚未达成，距离双方冲突结束还很远，停火遥遥无期。现在的俄乌冲突的话，应该说是，依然陷入这种僵持的状态。乌军虽然说是在哈尔科夫呢是取得了反攻的比较大的战果，但是呢，整个的 俄乌冲突的大局呢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变，也就是在顿巴斯地区，俄军呢依然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在赫尔松一线乌军的进展也是是非常之少嘛。那这样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大的情况没有什么转变。 纽约时报近日的报道披露，美方深度参与了乌东部与南部反攻的策划，包括提供情报支援，并进行了多次军事推演，阻止了乌军向马里乌波尔冒险推进的计划。美国五角大楼高级官员还说，乌克兰声东击西的战术正是美国对乌军训练的成果。 此前有乌军官透露，乌方近几个月一直向舆论主动爆料称反攻将在南部，而俄军据此将大批武器和人员调离乌东，造成哈尔科夫等地防守空虚，乌军则趁虚而入。美国防长奥斯汀曾表示，美国向乌克兰分享的军事情报几乎达到了实时的地步，美军能在1小时内将判读完毕的有效情报分发至乌克兰部队手中。 美国情报官员还表示，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有关俄军指挥所、弹药库、行军路线等关键节点的信息。通过侦察卫星、无人机、电子侦察机、无线电监测系统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拥有强大的联合广域侦察能力。 俄乌冲突爆发后，美国就频繁地将军事卫星调往乌克兰上空，对俄军部署情况和动向进行侦察。此外，美军还通过 RC-135战略侦察机等手段监听俄军装甲指挥车的无线电通信，再通过徘徊者同步轨道电子侦察卫星进行无线电定位。美国主要是给乌克兰呢提供的战略情报更多，因为呢在天基侦察系统方面，只有美国呢是最强大的。 其他的西方国家呢，都是跟着美国混的。统计显示，美国官方承认的军事卫星就有50多颗。美军方曾夸耀，锁眼光学侦察卫星启用时，可以通过大门锁眼看到屋内一切。值得注意的是，美方并不认可乌克兰关于转折点的说法。拜登政府及五角大楼均表示，乌方在击退俄军的过程中取得重大进展，但还无法判断冲突是否处于转折点。不管乌克兰现在得到了西方多么大的支持， 整个的实力对比还是呢乌克兰弱，俄罗斯强嘛。因为这种实力的对比不是在短短半年时间内就能够呢发生巨变的。那像目前的情况呢，乌克兰也依然还是呢在局部战场上能够和俄军扳手腕的，也就是呢，能够呢就是打得有来有回，不再像之前一味的处于呢战略守势。 俄军未来会采取怎样的行动？是否在进行战略调整，也备受关注。在俄国防部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俄方展示的在乌特别军事行动地图上的战线已移至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几乎不再包括哈尔科夫。撤出的部队已经在奥斯克尔河东岸构筑新的防线。 俄国防部发表的声明说，俄方决定重组巴拉克列亚和伊久姆地区的军队，以便增强顿涅茨克方向的军事行动。我们看到，在乌克兰军队从北部哈尔科夫方向夺回包括伊久姆、库皮扬斯克在内的多个战略重镇之后，有不少人都认为俄罗斯将会展开全面的报复行动，俄乌冲突将升级。对此您如何看？我认为，既然在哈尔科夫方向丢失战略重镇，尤其是丢失6000多平方公里土地之后俄罗斯肯定会重新集结并伺机反攻，战事仍然有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陷入到焦灼状态。但是外界想象、期待或是担忧的以下3种情况
应该不会发生。第一是，俄罗斯这次撤退是为了张开口袋，诱敌深入。接下来，俄军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乌军形成包夹，并将其歼灭。我认为有这种想法的人，都是因为《三国演义》看多了。现代战争主打的是情报战与信息战，根本不可能再上演什么空城计之类的戏码了。因为不要说一个集团军的调动，就算是一兵一卒、一辆坦克的调动，都在西方军事卫星的全面监控之下。因此，俄军对乌军进行包饺子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第二，外界期待的俄罗斯对乌克兰全面宣战，以及进行全国战争总动员，也应该不会发生了。我认为，因为普京一直强调的是进行一场特别军事行动，其目的并不是消灭乌克兰与乌克兰人，而是为了去军事化与去纳粹化。除此之外，超过200天的军事行动下来，俄罗斯的消耗也非常巨大。也就是说，即使进行全面战争动员，也没有办法使自己的常规军力再上一个台阶了。第三，在当前情势下，俄罗斯也不可能将战争升级为核战，因为俄罗斯早就说过了，他们打核战的前提条件是俄罗斯国土受到了大规模的侵略，并且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状态。而目前的战事仍然是在乌克兰境内进行，俄罗斯没有动用核武器的正当性与必要性。那成功收复6000多平方公里的被占领领土，是否就意味着乌克兰方面已经是胜利在望了呢？我认为这种判断显然是过于乐观了。没有错，成功收复包括伊久姆、库皮扬斯克在内的多个战略重镇，对于乌克兰来说，的确是一场具有转折性意义的胜利。因为在此之前，虽然在外界看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进展得并不顺利，但是俄罗斯仍然取得了乌克兰不少土地的控制权。而这场战役之后，这意味着方向反过来了，是乌克兰在逐步收复自己的土地。尤其是在这场战役之后，美国与欧盟都宣布了要进一步追加对乌克兰的经济与军事援助，这显然是对乌克兰在前线取得战绩的肯定与奖赏。它意味着俄乌双方军事实力对比的天平正在逐步向乌克兰方向倾斜。但我们同时还要看到，冲突以来，乌克兰丢失的国土多达1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总面积的1/5。而这一战役打下来，乌克兰也仅仅是收复了6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仅相当于被占领领土的5%还不到。因此，按照乌克兰宣布的要重新取得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的全部领土控制权的目标，未来的战事仍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